我和闺蜜双双穿越，分别成了宁王和太子两兄弟的掌中交。哪怕换了个朝代，我俩也没改掉当金牌牛马的职业病，不仅把王府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顺带把这哥俩哄得服服帖帖。后来太子的青梅竹马带球回京认亲，这单生意黄了，撤吗？必须撤，咱俩必须共进退啊！今晚子时城门外见。妥。结果刚跑出去2里地，我俩就被抓了回来。我哥喜当爹，我又没有，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？我和闺蜜苏苏穿越到大成朝已3年，刚穿过来就嫁给了宁王和太子两兄弟。听着风光，实则我们是高级打工人。我将宁王府当公司，苏苏把东宫当项目，秉持着金牌牛马的心态，每月我俩都能攒下大笔钱，收入小金库。3年，王府产业翻3倍，东宫账目清清楚楚，他把东宫管理得井井有条。平日里我俩常约着见面聊八卦。宁王元衍和太子元成，除了帅点钱多，基本全是毛病。元衍占有欲强，我多看狗一眼他都要炖了。元成闷骚，嘴硬心软，明明喜欢苏苏，却装忙。关键是这兄弟俩精力旺盛，贼不像人。这地方没手机刷，也没游戏打，我俩自然成了他俩晚间娱乐活动。日子本来风生水起，直到这天早上，太子的青梅竹马秦月谦3岁男孩跪在东宫门口，声称是皇家子嗣。全京城都在等着看苏苏的笑话，看他是否1哭2闹3上吊，最后被废黜。当天苏苏就来了宁王府，他脸色发白，眼圈通红，我顿时万分心疼。虽说当职场混，但人心都是肉长的。苏苏这3年与太子相爱相杀，我不信他没动心。苏苏宝贝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你别难过，大不了……难过个屁！这红眼圈是我用胭脂画的，元成那个狗男人不配我为他哭。微雨，我现在要么等着背废，要么就是喜提后妈，以后还得跟那朵白莲花斗智斗勇。这种高风险低回报的项目我不投了，我要退股，带着这3年攒的分红去江南买豪宅，养10个8个听话的小鲜肉。怎么样，走不走？我被他这番话震得目瞪口呆。不愧是我闺蜜，思路就是清奇。我看了看亲亲闺蜜，又看了满屋子元衍送我的好东西，犹豫了整整3秒钟。走。虽然元衍对我挺好，但是男人如衣服，姐妹如手足啊。再说了，元成都能有个青梅竹马带球回来，谁知道元衍哪天会不会也冒出个白月光？这可是穿越小说的标准配置，规避风险，及时止损，才是正确的投资理念。这就对了，这 B 班谁爱上谁上。你提前收拾好东西，路线和马车我来准备。明天晚上咱俩都装病，让2个男人到厢房去睡。记住，夜半子时城门处见。我点点头，不愧是我在职场上叱咤风云的好姐妹，做事就是周到。送走苏苏，没一会儿元衍就回来了。别的不说，他这张脸长得是真好看，可惜我狗腿的迎上去帮他更衣。王爷累不累？妾身给您捏捏肩。他又从怀里掏出一个紫檀木匣子递给我，我打开匣子一看，好家伙，10几颗龙眼大的东珠，圆润饱满，这一颗就能在江南买个小院子了吧？我看着东珠，眼泪不争气的从嘴角流下来。喜欢吗？喜欢，太喜欢了。既然喜欢，今晚是不是该好好报答本王？什么？等一下！一番云雨过后，我累得像条死狗。微雨，你信月姑吗？月的。最好是……我没听清他后面说了什么。梦里，我和苏苏在江南的豪宅里左拥右抱，好不快活。第2天，我看着满屋子的好东西，心疼得直抽抽。我只能挑最好带的银票和值钱物件，打了个包袱。入夜，元衍刚进屋就看到我捂着肚子缩在被窝里。王爷，妾身今日癸水来了，肚子疼得厉害，您去厢房睡吧。元衍看了看我，没说话，转身出去了。我暗自松了口气，这招果然好使。等到外面没动静了，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，蹑手蹑脚地从床底下拽出包袱，正要往外走，院子里突然传来元航的脚步声。我手忙脚乱地把包袱塞进被窝，自己也跟着钻了进去。刚躺好，房门就被推开了，元衍端着一碗红糖姜水走进来。我僵硬的道谢，心里慌得一批，一边喝一边默默祈祷他快走，可他并没打算走。姑帮你揉揉肚子。不用了。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叹了口气，耳根有点红。你放心，我今晚只是抱着你睡，不会乱来。说完，他解开外袍，竟然直接钻进了被窝。元衍把我搂在怀里，下巴抵在我头顶，他身上好热，像个火炉似的。
我悄悄把包袱推到床角，在心里把原野骂了10000遍。说好的紫石城门剑，我现在连床都下不去，只能等他睡着再想办法溜出去了。1刻钟，半个时辰，1个时辰，原眼倒是睡熟了，可他的手臂像铁钳一样箍着我，就这样熬了一整夜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睡了过去，醒来的时候原眼已经不见了，床头放着一张纸条。我急吼吼地起身，苏苏的贴身丫鬟就送来了口信：昨晚装病失败，太子太猛，计划推迟到今晚。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，这个废物闺蜜怎么和我一样废物？我写了一张字条让丫鬟带回去，字里行间全是怨念。今晚家宴是最后的机会，要是再跑不掉，咱俩就等着当一辈子备胎牛马吧。皇室家宴设在御花园，我顶着2个巨大的黑眼圈，被圆眼牵着走进宴会现场。苏苏已经到了，她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。她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，看到我立刻用眼神疯狂暗示。我顺着她的眼神往后看，我去，秦月竟然也来了，那个传说中的带球逼宫的青梅竹马。这女人一副弱柳扶风的样子，低眉顺眼的，看起来可怜兮兮。她怀里抱着个3岁左右的男娃，长得还真像老袁家的孩子。苏苏气得把手里的核桃酥都给捏碎了，她转头给我使眼色，此时不跑更待何时？我深以为然，趁着上菜的间隙，我捂着肚子对圆眼说：王爷，妾身去一下进房。姑陪你。我赶紧拉住苏苏：不用，太子妃与我作伴就好。圆眼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。我和苏苏低着头，快步走到御花园边上一座假山后面，换上苏苏提前准备好的太监衣服后，我俩混在一群太监中出了宫门。苏苏提前备好的马车就等在不远处，我俩钻进马车，车夫立刻驾车往城门方向疾驰。不到半个时辰，我俩就到了神武门，这可能是最难的一道关卡了。我心跳得飞快，苏苏却给了我一个放心的眼神。苏苏从怀里掏出太子的腰牌，那是他昨晚悄悄偷出来的。守门的卫兵看了一眼腰牌，没多问就放行了。马车驶出城门，苏苏兴奋地摇晃我的肩膀：成了，咱们真的成了。等到了江南，咱俩就改名换姓。江南的豪宅和小鲜肉我们来了，到时候咱们一个宅子养10个8个的，想宠幸谁就宠幸谁。苏苏越说越起劲，我心里也激动，但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有点空落落的。圆眼发现我不见了，他会是什么表情呢？会发疯吗？还是会觉得解脱了？还没等我想明白，马车突然一个急刹车，我和苏苏由于惯性狠狠撞在了车厢上。怎么回事？车夫颤抖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：两位雇主，前面有人拦路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掀开帘子的一角，官道中央立着2匹高大的骏马，马背上的2个男人正冷冷地盯着我们。袁成一脸阴沉，眼神像要把苏苏生吞活剥，而圆眼他手里握着一根马鞭，正有一下没下地敲打着掌心。苏苏浑身一个机灵，把我往外推。微雨，你快跑，我掩护你。他话音刚落，就被袁成像拎小鸡一样从马车上直接拎了出去。袁成把他扛在肩上，扭头对圆眼说：你的人你自己处理，你给顾老实点。然后他黑着脸把他横抱在马背上，调转马头就走。放开我，袁成，你个王八蛋，给老娘放手！圆眼翻身下马，一步一步朝马车走来。袁航每走一步，我的心就跟着颤一下。月光从他身后泼洒过来，把他的脸映得明明暗暗。出来！他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很平静，但我知道不会这么简单。我哆哆嗦嗦地挪出去，刚一露头就被他捏住了下巴。程微雨，你的胆子不小啊，为什么要跑？是王府待遇不好，还是本王伺候的不够舒服？我吓得结结巴巴，半天说不出一句整话。我闭了闭眼，脖子一梗，豁出去了。苏苏跑我就跑，姐妹大过天，她走我不能留。圆眼气急反笑：我狗喜当爹，我又没有，你跟着凑什么热闹？回府，我再收拾你。回到王府，我被他直接扔到床上，我以为要挨板子，还没来得及求饶，就看到袁航开始脱衣服。你知不知道，姑当年为了娶离经叛道的你，付出了什么？父皇要给我和相府嫡女赐婚，我不肯，在御书房跪了1天1夜，被父皇打断了3根马鞭，我都没松口。姑把你当成命，你倒好，说跑就跑。他欺身而上，双手撑在我两侧，将我死死困住。程微雨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我被他的话镇住了。马鞭抽断了3根，他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些。我一直以为他娶我只是因为我好拿捏。我甩甩头，不行，不能被他带偏了。可是袁成都有私生子了，万一哪天你也带个孩子回来，我怎么办？与其等那时候被你扫地出门，不如我现在就走，这叫及时止损。圆眼愣了一下，低头狠狠咬在我的肩膀上。
我疼得惊呼出声。那个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皇兄的。那是谁的？不知道，但长得确实像我家的崽。我俩怀疑是父皇在外面留的种，所以不敢声张，只好先留下慢慢查。至于我，袁野捏住我的脸，眼神晦暗难明。还什么完事？除了你，顾正眼瞧过哪个女人？你想止损是吧？顾今晚就让你好好止损一回。说完，他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，直接吻了上来。这一吻，他像是在发泄，又像是在索取。我被他弄得眼泪都出来了，求饶也没用。王爷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错哪儿了？我不该跑。还有呢？没了。看来惩罚还是没到位。我被他折腾得死去活来，感觉身体都要散架了，几度想要逃走，又被他捉回到床上。最后，我直接昏睡了过去。失去意识前，我听到他在我耳边低语：微雨，别离开我。第二天，我毫无意外的没能爬起来，腰酸背痛，感觉像是被马车来回碾压了几十遍。原野那个禽兽折腾到天亮才放过我，更过分的是，他竟然在门口安排了铁塔式的侍卫。我试图绝食抗议，以此换取自由，结果到了晚上，原野亲自端着一盘红烧蹄条进来了，这可是我最爱吃的菜。我刚稳了稳自己的骨气，他就夹起一块肉在我面前晃了晃。这可是京城第1名厨做的。我白了他一眼，抢过他手里的筷子，然后含泪吃了3大碗。就这样，又过了一天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问袁衍：太子妃，那如何了？袁衍轻笑一声：听说已经绝食2天了，我皇兄急得要命，你让我去看看他。不行，门都没有。求你了，王爷。袁衍不为所动。我咬了盲牙，为了姐妹情谊豁出去了。当晚，我亲自熬了参汤，在侍卫的陪同下送去了书房。王爷，您辛苦了，喝碗汤吧。好，王爷，我真的只是想去看看苏苏，我保证不跑了。拿什么保证？我主动坐到他腿上，勾住他的脖子，在他唇上啄了一口。袁野眸色一暗，大掌抠住我的后脑勺，反客为主，又是一场昏天黑地的书房 play。等他终于满意了，我感觉自己已经是一条废鱼了。隔天，袁衍总算履行诺言，带着我去了东宫。我本以为会看到一个形容枯槁、奄奄一息的苏苏，结果一进门就看见苏苏大马金刀地坐在软榻上，手里抓着一把瓜子，正在嗑，而权倾朝野的太子殿下正一脸讨好地给他剥着葡萄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绝食。袁衍轻咳一声，太子抬头看见我们，神色有些尴尬。可，老三和老三媳妇来了。微雨，快过来尝尝，这葡萄绝了。我走过去，指着他脖子上那一圈可疑的红痕，压低声音问：你管这叫绝食？战术性绝食，懂，主要是袁成这狗男人一言不合就动手，我哪有力气绝食？再说了，我打听清楚了，那孩子根本不是袁成的。我点点头，我听说了，据说可能是皇帝老爹的。苏苏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，什么玩意？袁成和袁衍这2天都查清楚了，这孩子是端王袁齐的，长得像袁家人，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袁家的血脉。袁成本想将计就计，利用秦月这个蠢女人钓大鱼，结果玩脱了，把我气跑了。这2天他一直在哄我。我震惊地转头看向袁衍，这个狗男人，他早就查明了不告诉我，竟然还骗我苏苏绝食，就是为了骗我和他在书房。袁衍对上我的眼神，镇定自若地喝茶。这对兄弟真是一个比一个狗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苏苏凑近我，咱们这单生意要不要续签？只要钱给够，也不是不能忍，但咱俩得掌握合作的主动权。就在我俩准备商量续约条款的时候，外面突然有人来报：殿下，太子殿下，那个秦月姑娘死在后院的井里了。秦月的死让整个朝堂都炸锅了，不知从哪冒出好几个御史，跟打了鸡血似的，疯狂弹劾太子，说什么纵容太子妃行凶，什么杜甫蛇蝎心肠，不配母仪天下的帽子，全往苏苏头上扣。宗人府的人也来得很快，直接把苏苏带走了。袁成急得团团转，在房里来来回回踱步，看得我和袁衍直眼晕。大哥别急，不要自乱阵脚。秦月早不死晚不死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死，摆明了是元气的阴招。知道，可是你皇嫂被宗人府带走了，万一他们对她用刑……我心里本来也是急得不行，苏苏那脾气，在宗人府那种地方肯定要吃亏的。可听到袁衍说阴招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我有个主意。兄弟俩同时看向我，我反手把门关好，把自己的计划详细说了一遍。端王不是想搞事吗？那就在我们的鸡蛋上画一道缝，引他这个苍蝇来叮。你想怎么做？以身为饵，引蛇出洞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我不同意。王爷，如果不借此机会彻底铲除端王，苏苏就洗不清嫌疑，咱们以后也没安生日子过。
王爷，苏苏是我最好的姐妹，我必须救她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你吗？你会保护我的，对不对？眼下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了，我会安排暗卫寸步不离地保护你。稍有不对，立刻听从暗卫安排撤退。好，我保证听话。当天晚上，我和袁衍在府里大吵一架，我哭着喊着说他包庇太子，不管苏苏死活。袁衍怒吼说我妇人之仁不可理喻。吵完，我连夜卷了细软，再次离家出走。第二天一早，袁衍他们两兄弟配合得很到位，全城找我闹得沸沸扬扬。果然，不到半天，端王的人就在我跑路的路上拦住了我。我被秘密带到了端王府，端王元齐亲自出来迎接。宁王嫂大驾光临，寒舍蓬荜生辉啊！我委屈巴巴地扶了扶身。端王爷客气了，民女如今已被宁王休弃，不敢再称王妃。哎，我三哥那个人就是太冷血了，嫂嫂跟着他，定是受了不少委屈吧？我配合地抹了抹眼泪。不如跟了本王，本王保证让你荣华富贵，享用不尽。我浑身打了个寒战，告诉他自己身染某种不可说的疾病，赶紧绝了他这个念头，太恶心了，实在没眼看。端王听说我有病，后退了一步，色诱不行，他就改成了金钱诱惑，命人抬出来一个大箱子，里面全是金子。嫂嫂只要愿意帮本王一个小忙，这一箱子黄金就是你的了。我两眼放光，走过，用手摸着这些金子。什么忙？很简单，嫂嫂只需要假装关心太子妃情况，去太子府帮我把太子印信偷出来即可。我假装犹豫了半天，最后看在金子的份上，勉强答应了。当天我就住在了端王府。根据袁行的情报，我趁端王晚上吃酒玩乐之际，找到了他府里那个不受宠的小妾。那小妾早就恨透了端王，我稍微一挑拨，又予以重金，还承诺端王倒台后会保他平安。他立刻就答应了，帮我偷偷带我进了袁齐的书房。我在书案的抽屉里找到了几封信，都是端王袁齐与边境将领的通信。我把信收好，第二天在端王的殷殷期待下去了东宫。太子元成看了信，第一时间快马加鞭进宫汇报。当天下午，皇帝就派禁军围了端王府，袁齐因勾结边将，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，被当场拿下。那个小妾被袁行悄悄塞了一笔钱，放她回了家，而苏苏也被太子从宗人府抱了回来。这个小妮子不仅毫发无损，甚至还胖了2斤。据说袁衍打点的到位，这几天在里面吃的挺好。尘埃落定后，我和袁衍也收拾回府了。在回府的马车上，袁衍一言不发，我知道他在后怕。我小心翼翼地拉了拉他的衣角。王爷，他突然一把将我揽进怀里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把我勒断。你知不知道姑这2天是怎么过的？姑不要什么江山，也不要什么权势，姑只要你平平安安就好。我感受到他身体的颤抖，心里又酸又暖。我搂住他的腰，把脸贴在他胸膛上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去哪儿都带着你。苏苏经此一役，觉得太子元成虽然傻，但还算有救，决定暂时不跑了。不跑是不跑了，但我俩觉得规矩还是得立。我们2个头对头凑在一处，嘀嘀咕咕商量了半天，最后列出了一份续约协议。第一，不许纳妾，违者净身出户。第二，财政大权必须上交，每月发放零花钱。第三，重大决策必须经过我们同意，不能独断专行。第四，晚上内啥次数要有限制，不能竭泽而渔。我和苏苏一起把2份协议分别拿给袁行和袁成，这兄弟俩面面相觑。袁成的脸色变了又变，他似乎还想争取一下。这姑登基以后的后宫，我签。老三，你这样会把我显得很不懂事的。果然，苏苏冷笑一声，做事就要走。行，那你找你的后宫去吧，老娘这就去江南养男模。袁成一把拉住苏苏，笔走龙蛇，签得飞快。我喜滋滋的，正打算也签上名字，袁衍突然开口：等一下，姑要加一条，不准再跑路，违者家法伺候。他握着我的手，在上面签了名字。你放心，宁王府有无二色，反正府库是你的，我人也是你的。我的心狠狠跳了一下，这个男人真是太犯规了。协议签订后，我和苏苏的日子过得更踏实了。只是不可竭泽而渔那一条，这兄弟俩真的没在管的。我俩还是常常聚在一起吐槽，容着哪是什么金丝雀，分明是被套牢的股民啊！我这个人作为曾经的金牌牛马，日子过得太顺，我就总觉得有坑。果不其然，安生日子过了没几天，袁衍就从宫里带了一幅画像回来。蒙古公主要来和亲，点名要嫁给姑。这位公主叫拓跋嫣，我打量着她的画像，酸溜溜地睨着袁衍。瞧瞧这大眼睛，这高鼻梁，啧啧，真不愧是草原上的明珠。王爷，人家可是真公主，
身份尊贵，长得又美，您就不动心？没你好看。啧，敷衍，人家都找上门来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怎么，我的爱妃这是吃醋了？谁吃醋了？我这是在为您考虑，多纳个侧妃也能帮我分担一下。我说你这小脑瓜里整天都在想什么？哎呀，别闹，说正事呢。几天后，拓跋烟进了京，拜见了皇帝老爹后，直接带着一大堆礼物来了宁王府。我陪着袁衍去府门迎接。衍哥哥，衍哥哥，这么熟的吗？我很不爽，全程黑着脸。我这一肚子气还没撒出去，皇帝老爹就通知大牌筵宴要款待拓跋烟。宴席上，拓跋烟一身红衣，英姿飒爽，确实很吸睛。他时不时地看向我，脸上就差直接写上挑衅俩字了。酒过3巡，他果然开始挑事，还是穿越网文里的老套路，要和我比试情谊。怼他，别给他脸。难得公主有雅兴，那妾身就献丑了，不如我们一起谈啊。在全场期待看好戏的目光中，他开始了表演。拓跋烟应该是情谊很好的，刚弹了一小段，就显得技法娴熟，气势磅礴。我虽然不懂什么情谊，但我会搞心态呀。我应和着他，也开始弹琴，练了好几天的好运来。这种洗脑神曲，我就不信带不偏袒。欢快又不太准的旋律响彻全场，没一会儿，拓跋烟的调就找不着了。可，好了，宁王妃，这曲子倒是别致。陛下，嫣儿一心只仰慕宁王殿下，此次和亲，嫣儿愿为侧妃，只求能侍奉宁王殿下左右。皇帝看了看袁衍，又看了看我，还是动摇了。毕竟和亲意味着边境和平，这是大事。妍儿，你看，他拉着我的手走到大殿中央，我俩齐齐跪下。父皇，儿臣不能纳公主为侧妃。为何？因为儿臣年少时受过伤，患有隐疾，给我再多女人也没用。全场死寂，我瞪大眼睛看着袁衍。不是，你倒是提前跟我对词儿啊。隐疾？大哥，你昨晚折腾我到半夜的时候，可不像有隐疾的样子啊。皇帝的脸绿了，拓跋烟的脸白了，而我脸红得像猴屁股。从此以后，全京城都知道宁王不行，且相当惧内，再也没有人敢往宁王府塞女人了。拓跋烟被拒婚后，气呼呼地回了草原。我原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，谁知没过多久，边境就传来了急报，蒙古以此为借口，联合其他几个部落大举进犯。袁衍主动请缨，挂帅出征。出发前的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感到了由衷的恐慌。战场刀剑无眼，他万一回不来怎么办？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我就再也睡不着了。我紧紧抱着他，一夜未眠。第二天清晨，大军出发，袁衍骑在马上，一身玄色战甲，背影笔直如松。突然，我忍不住冲着他的背影大喊：袁衍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，不然我就拿着你的钱养10个面首。马背上的人回过头来，远远的，我看到他笑了，做了个口型。虽然听不见声音，但我知道他说的是你敢。从那天开始，他策马远去的玄色背影每晚都出现在我梦里。随后的几个月，前线捷报频传，我每天都要去庙里上香，连苏苏都说我魔怔了。就在最后一战前夕，前线突然传来消息，袁衍失踪了。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什么银子，什么自由，什么豪宅和小鲜肉，全都变得毫无意义。我只想要他回来。我把王府交给管家，带上所有的府兵侍卫，连夜启程去边境。苏苏想拦我，但我没听。我必须找到袁衍，无论他是生是死。一路上我几乎没怎么休息。我不善骑马，才走了2天，大腿内侧就全都磨破了，血把裤子都染红了。可我却连疼都感觉不到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快点，再快点。日夜兼程好几天后，就在快到我军大本营的时候，前方突然出现一队人马，我心脏差点跳出来，不会这么倒霉吧？手都在发抖，差点哭出来的时候，领头的男人摘下了头盔，露出一张胡子拉碴的脸，是袁衍。我直接从马上栽了下去，跌跌撞撞地扑进他怀里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袁衍，你个王八蛋，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死了。不哭了，我在这儿。我却哭得更凶了，把这些天所有的恐惧、担忧、绝望全都哭了出来。直到回到我军大营喝了热茶，我才渐渐缓过来。也是直到这会儿，我才知道，所谓失踪根本就是袁航设下的局，目的是为了诱敌主力出动，一举歼灭。但他没想到我会不顾一切地跑过来。他派出的斥候发现了我，怕我遇到危险，他只好亲自带人来迎。我打乱了他的计划，都怪我这么沉不住气。不过好在我也不是完全的废物，
我跟苏苏那个学渣不同，我中学时期可是正经学霸，更何况我吃了那么多年的鸡，基本的战略思维还是有的。我利用现代的地理知识，结合吃鸡学到的作战思路，帮袁航重新完善了埋伏圈。那一战，敌军全歼，夕阳西下，我和袁衍并肩站在战场上，看硝烟散尽。1年后，老皇帝退位当了太上皇，整天在后宫斗鸟。元成登基，苏苏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后，袁衍被封为摄政王，辅佐朝政，而我自然就是摄政王妃了。我和苏苏没事就在御花园里搞自助烧烤，顺便吐槽。这天傍晚，我把腌好的鸡翅一串串摆在架子上，油滋滋的香味飘出来。苏宝，你说咱们这算不算翻身农奴把歌唱？翻身是翻身了，但还是累啊。袁成这家伙现在越来越粘人了，批个奏折都要我陪着。昨晚我困得眼皮都睁不开了，他非要拉着我等他一起睡。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我深有同感地摇了摇头。袁衍也差不多，就那个新科状元，不是长得挺俊嘛，我就多看了2眼。然后呢？然后他晚上就逼着我玩什么花园 play， 花园的石凳多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对视一眼，齐齐叹了口气，唉，哪怕当了老板娘，还是牛马命啊。话音刚落，袁衍哥俩走过来，他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刷子，熟练地翻动鸡翅。在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我心虚地笑了笑，拉住他的手开始撒娇。我俩在聊早睡早起对健康的重要性。好，夫君，我昨天真的困坏了，今晚能不能？不能，吃完就回府。我晚上有点新想法，要试试。好吧，认命了，谁让我爱他呢？